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订阅。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中国第4艘国产核动力航母在建，2035将有6艘航母。国产航母的相关消息一直以来都是军迷朋友们的关注重点。除了目前在建的第3艘航母以外，下一艘航母何时开工建造，具体细节如何，同样被长期关注。按照我军过去以往的装备研制传统，在一型装备尚未正式服役之前，下一代次型装备的预研工作往往就已经启动。航母这种极为重要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自然也不例外。对我国海军发展抱以长期关注的美国国家利益杂志近期刊载文章称，中国目前正在加大第4艘航母的建造进度，舰船龙骨将会在今年2021年安放，建设航母所需的各项设备和材料采购工作已经在进行当中。预计到了2035年时，中国海军将会拥有多达6艘的强大航母力量。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社援引了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的话称，第4艘国产航母将会在现有基础上实现重大突破和技术飞跃，同时也代表着中国造船业达到了新的高度。另有美国海军高级将领向国家利益杂志透露，美国海军确信第4艘国产航母将会采用核动力系统。中国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大型水面舰船的核动力系统招标项目，第4艘国产航母采用核动力将会是可以预见到的。而在采用了核动力之后，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海军高级将领还声称，这将预示着某些高能高耗电类武器设备，比如说激光炮和电磁炮，还有更先进的远程雷达系统，都可以被装载到新型航母上，增强战力。核动力系统完全能够保证这些新武器设备的功能。全新的核动力系统也可以节约大量的舰体内部空间，常规动力航母上的储油槽将会消失不见，这代表第4艘航母的可携带舰载机数量会有很大提升，航母本身的响应时间和灵活性也会有质变的提升。而按照目前中国海军对航母的建设发展速度，这位美国海军高级将领表示，6艘航母的总数对于中国海军而言，在2035年之前便可以轻松实现，而到了2050年，中国海军届时将会下辖10艘航空母舰，常规动力和核动力都有，真正意义上做到和美国海军并驾齐驱。从目前的消息来看，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称，第4艘国产航母的龙骨安放工作将会在今年2021年进行，而第3艘国产航母的建造工作已经临近尾声，进入了收尾阶段。不出意外的话，今年即可成型下水，进入后续的西装阶段。除了安放龙骨以外，第4艘国产航母所需使用的特殊钢材部分舰上元器件已经在2020年就开始采购。到目前为止，细化建造工作一切进展顺利，但需注意的是，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并未给出能支撑这一论调和说法的证据，仅仅只是转述美国军方的一些消息和观点，所以具体细节如何以及真实性怎样还不太好说。对于即将下水的第3艘国产航母，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院此前还转写过一份专门的分析报告，报告中指出，美国海军对于该艘航母的早先预判有误。新的卫星照片分析后可得出航母实际排水量大约为10万吨左右，而非美国海军早先预估的8万吨上下。至于搭载的舰载机种类，报告中认为初期依旧会搭载歼15战斗机，但是隐身舰载战斗机的上舰是可以确定的，仅仅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沈飞的 FC31项目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的对象，最终结果究竟如何，还需要一些时间去拭目以待。在2019年6月，美国海军与国会之间就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杜鲁门号提前退役的问题发生了争执，美国海军决定将1998年才入役的杜鲁门号核动力航母退役。按照美国海军的传统，一般来说，无论是航母还是驱逐舰或者是核潜艇，服役的时间都会超过30年，而退役一艘服役时间仅为20年的核动力航母，这显然是有点出人意料。美国海军发言人解释，之所以会退役杜鲁门号核动力航母，是因为从2020年开始到2025年，这5年期间可以节省34亿美元的使用成本，而这笔省下的费用将会作为组建幽灵舰队的预算，而幽灵舰队则是美国海军保持优势的关键所在。
在，将会是压制中国双航母舰队的核心武器之一。所谓幽灵舰队，其实就是无人舰队，即由无人潜艇和无人战舰组成的作战编队。这种舰队将会执行跟踪、监视和战术打击等作战行动。按照美国海军的估计，从2020年开始到2024年期间，美国海军将会完成幽灵舰队的组建工作，预计从2025年开始全面运行。尽管美国海军拥有目前全球作战实力最强的航母战斗群，但是中国海军正在逐渐的缩小这个差距。随着双航母战斗群的组建，国产055型导弹驱逐舰和075型两栖攻击舰等新型主战装备的大规模服役，美国海军的优势正在一点点的丧失。而且美国海军急于组建幽灵舰队，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火箭军东风21D中程反舰弹道导弹和东风26远程反舰弹道导弹的作战部署。如果说中国海军水面舰艇的出现是让美国海军航母的优势在一点点降低，那么反舰弹道导弹的实战部署意味着美国核动力航母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东风21D的射程达到了2000公里，而东风26的射程达到了4000公里，足以覆盖美军在关岛的军事基地。这两款反舰弹道导弹的末端速度超过10马赫，并且具有机动规避的能力，因此使用现有技术很难进行拦截。而且在2019年10月，中国还展示了一款名为东风17的高超音速导弹。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拦截这枚导弹实际上不可能办到的，特别是上述3款导弹还可以携带战术核弹头或者电磁脉冲炸弹，即使这些导弹在航母数百米之外爆炸，也将会导致造价数十亿美元的航母战斗群直接退出战斗。这种大型水面无人舰艇满载排水量达到了2000吨，最高航速超过了38节。MK41垂直发射系统将装备标准2防空导弹、标准3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巡航导弹，首舰将于2022年左右下水，采购单价达到了2亿美元。美国海军打算先耗费4亿美元建造2艘舰艇来测试其作战性能，最终数量可能达到50艘。而为了应对中国海军的核潜艇和航母战斗群，美国海军打造了一款名为生态旅行者的无人潜艇，它的满载排水量仅为50吨，比核动力潜艇小得多，但是它可以装备 MK14鱼雷、鱼叉反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其最大航程达到了12000公里，并且噪音远低于普通潜艇，最大限度降低被中国反潜声呐侦察可能性。美国海军计划到2024年耗费8亿美元建造9艘无人作战潜艇。不过，也有不少国内军事和国外媒体对于中国建造与辽宁舰相同的山东舰很好奇，因为在他们看来，辽宁舰虽然经过了现代化的改造和升级，但是本质上依然是一艘上世纪80年代的武器装备，并且还没有安装蒸汽弹射器，限制了航母的整体作战能力，所以更多只是一个过渡产品，是中国培养航母舰载机飞行员和水兵的训练舰，完全没有必要去建造一艘跟辽宁舰相差无几的常规航母，最起码也应该建造一艘满载排水量超过7万吨，类似于美国海军小鹰级那样的常规动力航母，可以安装蒸汽弹射器和搭载60到70架各类型舰载机。在北约军事集团中，最新服役的山东舰代号是库兹涅佐夫级航母仿制版。显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认为山东舰只是库兹涅佐夫级航母的仿制品，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那中国山东舰和辽宁舰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接下来的数据告诉我们，山东舰显然不会是网上所说的库兹涅佐夫级航母仿制版那么简单。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从乌克兰获得了瓦良格号航母。海军专家介绍，在对辽宁舰进行改造的时候，中国军舰工程师和设计师就计划在航母上使用一些美国和其他航母国家的先进技术，将其整合到辽宁舰上，以满足海军的实际需求。但是因为辽宁舰的舰体是以舰载巡洋舰为标准设计建造的，在主体已经固定的情况下，改进潜力已经挖掘到了极致。至于网上所说的在辽宁舰航母斜角甲板安装2台蒸汽弹射器，那么就可以实现歼15舰载战斗机满载起飞和正常起降固定翼舰载预警机，整体外形非常类似前苏联第4代乌里扬诺夫斯克级核动力航母。这种想法固然不错，就像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给日本海自出云级航母那样，增加一块斜角甲板和安装电磁弹射器，但是这根本没有考虑到内部的结构问题。如果真的要这样来改进的话，那么建造难度不会亚于重新设计和建造一艘新型航母。之所以会对滑跃甲板进行调整，是因为在测试中，这种12度的滑跃甲板将帮助舰载战斗机缩短起飞距离，节省燃料，并增加武器有效
效载荷，同时还能增强航母的结构。这样的设计也使得歼15舰载机可以携带更多的武器弹药和机载燃料，作战半径和作战能力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山东舰的服役并不意味着是其辽宁舰的补充，除了可以执行舰载机飞行和水兵的培训任务以外，还可以承担小规模局部军事冲突的作战任务。辽宁舰虽然说在2012年已经开始服役，但是其舰体年龄已经超过了50岁，所以能服役到本世纪中叶还是一个未知数。山东舰可以有效地弥补这个空缺，再配合即将服役的003型航母，山东舰将会是海军走向深蓝的重要一环。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